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2025年12月的访华行程，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是一场轻松的礼节性外交。从北京到成都，从国事欢迎仪式到闭门会谈，贯穿整段访问的是一种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微妙摆动的气氛。而所有议题中最令人关注也最具有时代象征意义的，就是电动汽车。作为当今全球产业链重塑的核心赛道之一，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它，尤其是法国与中国。法国是欧洲汽车工业的重要一极，而中国则已是新能源汽车全球领军者，拥有最完整、最具规模的总产业链。马克龙这次访华，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演了一场政治、产业与经济交织的外交博弈。马克龙落地北京时，法国媒体普遍认为他肩上背着双重使命，既要维持与中国的战略沟通，又要表达欧洲对中国电动车高速涌入的担忧。在欧洲的大街小巷，中国品牌电动车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它们不仅价格更具吸引力，续航、电池、安全与智能化技术方面也在迅速超越传统优势制造国，这让法国乃至整个欧盟在汽车产业上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大。因此，马克龙此行在涉及贸易和产业的部分，几乎随时随地都在强调一个主题：所谓的贸易再平衡。他的逻辑很清晰，欧洲不能在电动车的未来竞争中输得太彻底，而当前的欧洲贸易结构已经让欧洲成为被动接受者，在进口端高度依赖中国制造，却在出口端难以打开足够的空间。马克龙认为，这种结构对法国与欧洲极为不利，必须改变。在北京的会谈中，马克龙提到了本地内容规则的必要性，即欧洲未来可能要求在欧盟市场销售的电动车必须有更高比例的零部件与生产过程在欧洲本土完成。这项政策若真正实施，意味着欧洲将倾向于扶持本土企业发展电动车，同时提高外来品牌在欧洲设厂的门槛与成本。这是一种典型的结构性调节手段，看似中性，但在产业层面无疑是对中国车企的直接施压。然而，中国方面并未做出强烈反击。相反，中国领导层强调愿与法国及欧洲深化绿色能源、智能汽车、动力电池与供应链领域的合作。这并非外交辞令，而是中国对新一轮全球产业合作布局的一贯态度。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车市场、最完备的制造体系和最具竞争力的电池产业链，与欧洲的技术积累、品牌体系与工业基础存在天然互补。但合作越可能，竞争也越激烈，这正是这次访问最真实的写照。在与法国随行记者的简短交谈中，马克龙透露了欧洲内部的焦虑。他表示，欧洲曾经是全球汽车工业的中心，但如今正处在从燃油车时代向新能源时代大转折的关键节点，而这个节点的主动权正在迅速向中国倾斜。法国不能坐视这一趋势不受控制地继续下去，否则未来欧洲汽车工业将完全被边缘化。事实上，从2023年起，欧盟已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车展开补贴调查，并且正在审查更高层级的关税措施。法国在这些政策背后推动力极大，因为法国本土的雷诺、标致、雪铁龙等汽车品牌在新能源时代的转型速度明显落后于中国新能源车企。马克龙此次访华，既是为了向中国传达欧洲的立场，也是为了向国内产业传递信号：法国政府不会放任电动车产业被边缘化。访问成都期间，马克龙与中国领导人再次就经济合作展开深入讨论。相比北京的正式氛围，成都的会谈更侧重产业与地区合作，包括航空、能源、绿色交通等议题，但电动车仍是最醒目的关键点。法国方面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开放市场，让欧洲车企在中国获得更多公平竞争机会。中国则回应称，愿继续欢迎欧洲企业参与中国市场，并鼓励双方在智能制造、动力电池技术与绿色供应链方面建立更紧密的合作项目。尽管双方都有合作意愿，但最核心的问题仍是来自欧盟的系统性压力。欧洲目前遭遇的新能源转型困难，并非某个品牌的问题，而是整个工业体系面对中国竞争时的结构性危机。中国车企不论是电池成本、产能规模，还是供应链效率、软件能力，都扩张得太快太大，让欧洲措手不及。不得不承认，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已经成为全球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它不仅改变了产业格局，也重新定义了全球竞争规则。而欧洲，包括法国，正处在必须重新思考战略方向的关键节点。马克龙访华的意义在于让双方正视这种时代变化，而不再停留在传统的贸易框架之内。电动车既是产业竞争，也是地缘经济、全球供应链安全战略的一部分。法国需要参与，中国需要合作，而世界需要一个更稳定、更可持续的新能源产业框架。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也是一场关于未来的对话。
从北京到成都，马克龙的访问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他带来的问题却会继续影响未来10年乃至20年的全球汽车行业。中欧关系、电动车竞争、产业链重构将在这种合作与拉扯之间不断演变，而这场变革才刚刚开始。